如今所有的神交各大势力强者都是进入到了其中，一场极其惨烈的争夺战，怕是迅速的酝酿着，身处在战场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会牵扯进去，无一幸免。只有夺得最多圣花的那个人才能够成为万界圣子。不过萧炎朝着四周看了看，并没有吴雪以及灵动萧炎等其他人的身影。看来刚刚那个空间虫洞将他们几人彻底的分开了，萧炎的神色倒没有因此有多少的紧张。他在略作沉吟后，既然如此，萧炎修长食指缓缓的握拢，自言自语道：那么接下来就应该要开启我的万界圣子争夺之路了。话音落下，他没有犹豫，袖袍一挥，身形便是化为一道流光冲天而起，对着这片万界圣子之地的深处中爆射而去。一望无尽的昏黄天地间，一道火红的光影暴掠而过，流光之内是一位身披火红长袍的男子，他的身躯上燃烧着熊熊的赤红烈火，那是因为他所修炼的火焰神力极其旺盛的标志，如此方才会火属性的神力外显，仿佛火衣将他保护在其中。而此时这位火袍男子正眼神锐利地扫视着四方大地，犹如捕猎的鹰隼一般，他正在找寻着猎物，一旦对方实力稍弱的话，那么立即就会被他死死地缠住，然后将其抢夺圣花印记。不过在这片战场中，猎人与猎物的身份随时会出现变化，所以这位火袍男子也是格外的谨慎，一旦察觉到对方太过的危险，他就会立即远离。凭借着自己对火属性神力的顿悟，他对自身的速度和实力都有着自信，同等级内的强者想要追上他应该不算很多，而且一旦对方真的穷追不舍，那么他就能够借助着速度的优势，慢慢的将对方拖入消耗战，那样的话他将会占据极大的优势。在之前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凭借着这种敌追我跑敌跑我追的战术，成功的夺取到了一枚圣花印记。火袍男子面带微笑，他知道在这种群强云集的战场，以他的实力恐怕根本没资格争夺那为3的万界圣子名额，所以他的目标也并非是那万界圣子的名额，他只是打算尽可能的夺取一些圣花印记，然后从万界圣子之地中寻得一件他看上的天地宝物，到时候宝物到手，他就可以满足的退出。至于那万界圣子的名额，就让其他那些不怕死的家伙去拼死拼活吧。在火袍男子心中转动着念头的时候，他神色忽然一动，双目微眯地望着远处的山脉，在那里他察觉到一道强大的神力波动正在悄悄地撤退，那神力波动的那人显然也是在竭力在隐藏自身神力，但却终归没能逃出火袍男子的感知。火袍男子眼中有着火光凝聚，下一刹那，他的视线直接是穿透了遥远的距离，瞬间就破开重重隐匿，看见了那山脉深处中的一道身影。高阶天尾神。当火袍男子瞧的那道年轻身影时，顿时怔了怔，旋即回过神来，不由得眼露玩味之色。也就当火袍男子发现自己的行迹时，后者仿佛也是有所察觉，当即猛地爆射而退，身形化为流光，在那山脉中不断的转移，试图离开。送上门的圣花印记还有走得了的道理。火袍男子见状却是咧嘴一笑，旋即他脚掌一跺，赤红的火焰自其体内爆发开来，而后火焰一闪，他的身影便是凭空消失，直接是出现在了山脉上空，而后一掌狠狠地拍下这火袍男子，显然是谨慎之人，不管对谁出手那都是全力，就怕轻敌被反击，所以他此次出手也没有隐藏实力，直接对着那人猛烈的一击轰，燃烧着熊熊大火的神力巨掌笼罩而下，炽热的高温将山脉中的大片森林瞬间化为火海。砰！巨掌落下，不过那道身影也是在关键时刻逃出了巨掌笼罩范围，但那狂暴无匹的炽热冲击波依旧是将他震得后退了几步。受死！火袍男子的眼中喷射出烈焰般的怒火，每一次呼吸都仿佛在为即将到来的杀戮酝酿力量。身上的火焰铠甲在火光的映照下散发出令人心悸的光泽，他冷漠地盯着下方的身影，那是他是要夺走其身上圣花印记的敌人。一想到即将把对方的圣花印记夺取过来时，他的杀意就愈发强烈，周围的空气似乎因这股炽热的神力而扭曲，火焰在他的体内跃动，呼啸着渴望的释放。火炮男子一声暴喝，如同山崩地裂，随即一团耀眼的火球从体内中爆射而出，划破长空，朝着那道身影猛扑而去。火球所过之处，空间仿佛被点燃，连空气都燃烧起来，散发出刺鼻的焦味。那道身影却如同幽灵般飘忽不定，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躲闪着这几乎无法避开的攻击，每一次闪避他都留下一道虚影，如同雷电在夜空中留下的痕迹，让人难以捕捉。火炮男子的脸庞在火光的闪烁下显得扭曲而狰狞，他的眼中满是不可置信和愤怒，如此强大的攻击竟然被对方轻易闪躲开去，这还是首次有人在他全力攻击下还能够闪躲的对手。他的双手再度结印火属性的神力在体内肆意激荡，准备发起更加猛烈的攻势，一招击败那道身影。然而那道身影却始终保持着一种超然的态度，即便是面对这等危险也丝毫不见其慌乱，反而他的眼中闪烁着冷静的光芒，每一次躲闪都精确无误，宛如舞蹈家在战场上跳跃，既优雅又致命。火炮男子终于意识到，这场战斗并非如他预想的那般简单，眼前的敌人远
恐怕不是寻常的高阶天位神，但他的骄傲不允许他退缩，他决心要用更加强大的力量证明自己的实力。此时在圣花殿的一处白玉的广场之上，广场周围汇聚着铺天盖地的倩影，那无数道视线看向广场的上空，只见的那里有着一道道光幕出现，光幕之中有着各种各样的景象，每一个之中都是在爆发着激烈的让人热血沸腾的争夺战。显然这些光幕便是此时万界圣子之地中所发生的画面，一旦万界圣子之地中有着战斗即将发生，那么就会被立刻投影出来，让得圣花殿的无数人观摩那神罗殿的神交，还真的是太厉害了。才这么一会的时间，他已经打败了10位以上的高阶天位神了。天罗殿的神交与阴阳殿的神交也是不差，如今也都各自打败同样10位以上的高阶天位神，那是神奇联盟的天龙大神君，他竟然已经击败了20位高阶天位神。这才刚开始啊，竟然拿就获得了20枚圣花印记，难道万界圣子之一就有他一名了吗？此时圣花殿的众弟子都在观看着眼前出现的每一处光幕画面，不少弟子也都开始纷纷议论起来。然而在这些人群的最前方，一位美若天仙的青衣仙子站在那里，她透过轻纱那一丝模糊的光线，可以看到光幕上的情景。对于这些神交强者根本没有任何的兴趣，反而心中有一颗压着他的石头，显得他一直有着自己的心事。他离开当年的大陆已经也有几十年了，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，他一直挂念着当初的那位少年，那是他挥之不去的记忆。你怎么了？又想起他了吗？一旁的圣花殿店主也在第一时间察觉到了青衣仙子的异样之色。虽然他看不到青衣仙子的容颜变色，但他可以用感知力感觉出对方的情绪变化。圣花殿店主也从来没有看到青衣仙子的笑容，仿佛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，他一直都是这带着一副有心事的表情。没事，店主。青衣女子见自己的店主询问自己，也是立马微微摇头解释道。青衣仙子与圣花殿店主简单的交谈了片刻后，他们的目光也是看向眼前的那些一道道光幕之上，那是圣瑶师姐，她也成功的夺取到了10枚圣花印记，战绩惊人，加油啊！圣瑶师姐看到那个光幕中熟悉的倩影，爆发出强大的力量，也很短的时间内拿下了不少争夺战的对手。而在观摩着那一场场激烈的战斗时，广场周围也是不断的爆发出震耳欲聋般的惊呼之声。处于人群之前的青衣仙子，她此刻也是仰头望着那些光幕，当她看见一处光幕上的画面时，仿佛看到了一个令她颤抖的身影。旋即青衣仙子的双拳微微紧握起来，仿佛是看到了什么令她触动的东西。那道光幕之中，此时火焰滔天，席卷天地。躲得可真快呀！今日便让你尝尝我的神技之威，火焰流星。那位火炮男子的呼喊声划破了沉寂的夜空，他的身姿如同战神一般挺立，在月光的映照下显得分外威猛。他全身被火属性力量包围，犹如一团不断膨胀的火焰。随着他双手挥动，一股强大的火属性能量波动在空气中形成漩涡，他的身后火球如璀璨的流星般凝聚而成，闪耀着耀眼的光芒，每一颗火球都像是含着无尽怒火的拳头，速度之快几乎让空气都产生了波纹。他们在飞驰的过程中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，仿佛是天雷滚滚，直击那道身影。那身影如同幽灵般飘忽不定，试图躲避这突如其来的攻击，但火球似乎有着神奇的追踪能力，最终准确无误地击中了目标。轰一声巨响，犹如天地开辟，火球爆炸产生的炽热冲击波横扫四周，将大地撕裂，烟尘滚滚，火光冲天，地面上留下了一片焦黑的痕迹，仿若灾难后的废墟，寸草不生。唯有于禁在告诫其他人这场战斗的激烈。火炮男子站在原地，气息稍显紊乱，但目光中透露出坚定与胜利之色。火炮男子的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，他几乎可以听到胜利的号角在自己的耳边响起。他的火焰如陨落的流星，划破长空，带着恐怖的姿态，将四周的空气都烧得扭曲。但就在他已经一切都顺利时，那刚刚被撕裂的空间中突然迸发出一道绚烂至极的炫白火光，紧接着一道火焰便是迸发而出。这不是普通的火焰，它带着一种神圣的威严，如同一道火光在黑暗中闪耀。炫白色的火焰迅速蔓延，以一种不可阻挡之势吞噬了那漫天的流星火雨，发出痴痴的焚烧声。炫白色的火焰如同神光之火，将一切万物都燃烧成灰烬，其力量之强，甚至让四周的空气都为之颤抖。火炮男子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无比，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火属性神力所施展的神技，在这道炫白色火焰面前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。炫白色的火焰继续膨胀，在其中心之处，一朵巨大的炫白色火莲缓缓地升起，最后盛开了火莲花瓣，散发出令人窒息的美丽。下一刻，炫白色的火莲洞穿了虚空，仿佛要将这个战场也一同吞噬一般。什么火莲？火炮男子此时的身躯竟是发出了一丝颤抖，说话都带着知语之声。最终那炫白色的火莲速度太快，瞬间就在火炮男子的瞳孔中放大。轰隆，火莲距离火炮男子的身前1米之处爆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轰鸣，将火炮男子吞噬其中。被如此恐怖爆破力的火莲力量击中，
就算是对方实力强横，也得重创能量冲击横扫四方。这片天地的所有万物都被爆炸出来的能量给焚烧殆尽，一道身影重重的倒飞了出去，倒在一片火海之中。神体和神魂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，周围的世界在他眼中变得极其的模糊，唯有那炫白色的火焰，在他即将闭上眼睛的最后一刻，依旧在眼前燃烧。这不可能！望着已经重伤昏迷的火炮男子，那道身影缓缓迈着轻微的步伐来到了其面前，然后一伸手将火炮男子额头上的圣花印记直接给夺取了过来，然后双指点在了自己的额头上，瞬间一道光束进入了其中，他额头上的圣花印记竟是变得浓郁了几分。